OK， 这次直接趁热打铁，连带着把各位之前想看给德天使适配的3套改件给做一下，分别是点场的报价支架、1W 的报价支架，以及铁创的 MG 德天使专用合金骨架。适配的机体那自然就是这一款大班的 MG 德天使。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从 1W 开始适配。首先就是肩部这个小组件适配大弯的话呢，这个部分的精度不太行，而且总会回弹。个人建议呢是使用蓝丁胶给它辅助进行加固，或者针对透明件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同时该连接件也没有办法和肩甲进行适配，这个地方的孔位是不对的，需要针对卡损进行一定的消除处理。再一个就是肩甲上方这个白色零件，虽然有卡位，但是固定的会非常松，需要加固。该零件还可以安装胸部前后这2个黑色外甲，但是这2个外甲因为也是存在着零件精度的问题，这个地方会把这个小夹子给它撑开。头顶的这个透明件以及后脑勺的这个透明件的安装都会比较顺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安装头部其他的外甲，天线是可以进行正常固定，但是头部上方的这个白色零件是没有办法固定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松。后脑勺外甲零件的孔位和透明件的卡损是不匹配的，这个地方需要进行打磨处理。裆部后方的这个透明件也是可以进行正常安装，夹在上面是能固定，但是上方的这个柱形卡损是插不进去的，这个地方孔位也是不匹配，需要打磨或者扩孔处理，这就导致整个后背装甲是安装不上去的，会留有缝隙。整个后军甲和透明件的连接也是不行的，这个地方3个孔位都是不匹配的，都需要进行打磨或者扩孔处理。胸部的小黑色零件，但是这个部分的精度误差也会比较大，零件直接撑开了。另外，这个透明件安装在主体上也是很松的，需要加固处理。前端白色零件安装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部分连接会比较松，需要加固。德天使的面罩和透明件的衔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透明件和主体的衔接这个卡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加尔仓苍明前面这个连接件也是采用了卡扣连接，这个固定的相对来说还可以，并且这个连接件前端安装外甲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有些松，但是固定效果对比其他的外甲要好上一些，最后也是能挂载在这里。裆部上方这个透明件可以安装，稳定性也还可以，但是下面这一个是插不上去的，孔位会有些区别，需要处理一下。上方连接件因为卡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安装这个德天使的外甲，而下方的连接件反而可以安装德天使的强军甲。腰部侧面这个零件也是个夹子，可以直接插在里边，并且尾端的话也是可以挂在外甲，这个部分相对来说也还可以。手臂前后的连接件安装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后方这个连接件相对来说会有些松。再者，在安装德天使外甲的时候，前端零件是可以卡进去一点的，但是这个部分不稳定，没有办法插到位，而后方那个是完全插不进去，需要削装。膝盖前端也是安装了一个卡扣，虽然是会弹，但是因为其中一侧可以卡在里边，所以相对来说要比肩甲那个更稳定一些。当前状态下，前端的腿部装甲也是可以进行安装，稳定性没有什么问题。而小腿后方这个连接件的卡损和大班的腿部的孔位相差稍微有点大，这个部分需要削的多一些。不过安装德天使外甲的那一侧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卡进去。调整一下膝盖装甲的位置，然后把这个带有卡扣的零件给它卡在膝盖中间的位置，这个部分稳定性还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再把接力子发生器给它卡在另一个卡扣上，就可以完成挂载了。还是这种带卡扣的，相对来说会更稳定一些。脚掌部分也是卡扣，但是后脚跟的位置安装还是比较稳定。前脚掌这个安装就非常松了，还是需要使用蓝丁胶辅助加固。安装完成之后，直接卡在脚底板就可以了。连接背包这一侧连接件的这个孔位相对来说会有些紧，没有办法插到位。另外，连接支援火箭炮的那一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还有些松。然后再把整个背包架在后方这个连接件上，就可以完成挂载。那么 1W 支架适配大班也就做完了，至于剩下的东西就是 MG 的通用支架和魂支架，用来挂载主体和支援加农炮的。但是属于纳德雷的支援光束步枪和支援盾牌没有额外的挂载支架，需要玩家自行处理。其实可以看到，当前整体的精度误差还是非常大的。当前展示给各位的就是能完全装上去的，但是吧，这些能装上的大多数也不是特别匹配，都需要再处理一下。剩下的外甲想要挂载的话，就需要去大量的修件再处理了。前面的环节也算是指出了各个部分的问题所在。下一个就是点场的报甲支架，与其说是报甲支架，点场这个更像是整备台的模式，和 1W 完全是两种风格。我们来简单的组合一下。这个部分的问题就是大班前脚掌的这个零件的凹槽会有些模糊，和碟场这个不是特别匹配，安装相对来说会有些松。
手臂这几个报价结构都能插上去，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稳定，尤其是将外甲安装在连接件上的时候，这个卡损真的是特别难受。腰部侧面这个装甲也不是特别匹配，这个地方也需要再给它处理一下。整个后颈甲也是没有办法完全安装到位的，这个地方的卡损也会有些误差。头部后方零件的这个卡损也不是特别匹配，需要处理一下。头部上方的白色零件和天线零件这两个部分能放上去，但是吧，这个固定效果几乎是没有的。天线好歹还能卡一卡，但是头顶的这个白色零件是基本上没有卡位的。虽然不是完全搭载，不过整体挂载的外甲数量和稳定性对比 1W 要好上很多，可能也是卡损的处理和外挂方式，点厂的算是通用性更强一些。不过也有一些外甲安装需要处理，解决方案还是建议处理模型本身的卡损。万一日后有朋友想把这个大班换成万代，那么支架还是可以用的。最后的配件也就是这个铁创的合金骨架了。本身零件就不多，所以按理来说也好安装也好处理。毕竟这期视频我是一边做一边录制的，具体啥样还真的不知道。那剩下的时间直接来试配一下合金骨架，看最终的效果了。为了图省事这边重复工作量我是没有做的，比如四肢我是只做了一边。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步骤看一下各个部分的素质表现。胸部平成当前的这个状态，其实整体的组合度还是比较顺畅的。大班外甲和铁创骨架的这个啮合性相对来说还可以，可以看到后面这个缝隙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胸部两侧的这个零件是需要进行扩孔的，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安装进去的，孔位会有些误差。再一个就是胸部前端的这一整个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安装进去，主要就是中间太阳炉的这个圆环，合金骨架和大班外甲的匹配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部分需要稍微修的比较多一些了。肩甲和上臂这里用的都是原本的零件，而合金骨架只提供了手肘中间这么一个部分，并且上臂和合金骨架安装的这个柱形卡榫连接是非常松的，同时上臂的这个白色零件安装也会很松，这些部分都是需要进行加固处理。大班小臂骨架的左右核和铁创合金骨架这个部分的柱形卡榫安装是非常紧的，很容易出现白痕。建议各位针对于这个柱形卡榫稍微给它打磨一点，或者你给前面剪成一个尖，让它插进去能更顺畅一些。胯部的这个部分问题主要就是铁创的合金骨架无法安装大班纳德雷的这个前后裆部外甲，这个部分的卡榫都是不太一样的，精度误差会有些大，尤其是裆部后方这个差不多大班这个要大了一整圈。那么单看整个纳德雷高达的腿部，其实这个状态下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班的外甲和铁创合金骨架大部分的零件啮合性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缝隙。但是唯独膝盖两侧的这个圆形零件是没有办法完全安装到位的，主要还是卡榫的问题。这个地方一方面是需要进行打磨，再一个就是把这个卡榫稍微给它剪短一截。其实膝盖这个外甲即便是松了也不用担心，后续我们还会安装一个盖板，稳定性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腿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脚后跟的这个零件安插也是非常紧的，直接插上去也没有办法安装到位，需要针对卡榫进行一定的扩孔和修正处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一期视频没多说别的东西，纯粹是捞干的讲了。首先，针对 1W 爆甲支架适配大班这个，只能说确实需要修的地方也真的是不少，所以这个工作量会大一些。第二场的这个工作量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不过这两种爆甲支架，一个是纯爆甲的状态，一个是成排台的样式，就看各位更喜欢哪一个了。或者要真的是嫌麻烦，咱就直接整个半带吧。再一个就是适配铁创合金骨架，整体来说大部分的零件但是胸部以及手臂这样的安装不进去和松软的问题，确实需要再好好处理一下，不然后续玩的时候，像德天使这种需要握持大型武器的机体，确实会很难受。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大班的德天使也好，还是万代的德天使也好，本身骨架设计就比较简单，而且整体的稳定性也会比较高，所以这个合金骨架用不用，我感觉都不是特别的重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能对各位在日后的拼装当中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拜拜。